您现在看到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于12月29日举行的为期3天的正义使命2025实弹演习，而此次军演区域距离台湾本岛最近处仅8.8公里，直接闯入了台方单方面划定的12海里领海之内。而更震撼的是，一架解放军的无人机正悄无声息地飞越了台北上空，把101大楼拍得清清楚楚。而就在30年前，1996年台海危机时，当中国导弹落在台湾外海，美国的双航母一来，中国大陆只能含恨收手。而这3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说今天的台海再也回不去了？今天我们就用几场关键军演拆解解放军是如何像一条蟒蛇，一圈再一圈收紧了对台独的战略绞索。提起1996年，是很多中国人心里的一道疤。那年台海危机是自冷战结束后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中最危险的一次军事对峙，也是两岸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点。而这场危机的导火索要从1995年说起。那一年，美国突然批准了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以私人名义访问美国，此举打破了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历届美国政府不与台湾高层互访的默契，引发中方的强烈抗议。而李登辉在访问美国期间也并没有闲着，在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时，大谈中华民国在台湾、台湾主权独立等言论，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回应，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95年7月和8月首次在东海试射了东风15中程弹道导弹，导弹落点距离台湾海岸仅100多公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台实施实弹威慑。但真正让局势失控的是1996年3月，当时台湾即将举行所谓的首次总统直选，而李登辉的台独言论愈演愈烈，解放军决定升级行动，在台湾的南北两端同步发射导弹，进行大规模的三军联合演习。3月8日，东风15再次升空，这一次导弹的落点距基隆港仅29海里，高雄外海也出现了相同轨迹，整个台湾岛陷入恐慌，股市暴跌，民众抢购机票，外资疯狂撤离。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美国出手了。克林顿政府派出了尼米兹号和独立号2个航母战斗群，携带200多架舰载机，直接开进了台湾海峡以东海域，摆出了协防台湾的姿态。面对压倒性的海空优势，当时的中国海军主力还是051型驱逐舰，雷达落后，防空能力几乎为零，空军最先进的战机连超视距作战都做不到。而更残酷的是，我们的导弹没有 GPS， 精度误差高达数百米，卫星侦察几乎空白，连实时的战场态势都看不到。最终在巨大的压力下，解放军被迫提前结束演习。表面上看危机解除了，但是实际上这是中国近30年来最屈辱的一次战略对峙。然而也正是这场耻辱，让中方揪出高级间谍解放军少将刘连坤，同时点燃了一场静默却迅猛的军事革命。火箭军加速研发专打航母的杀手锏东风 21D， 航天系统全力构建北斗导航，摆脱对 GPS 的依赖。海军开始建设 052CD 驱逐舰，配备相控阵雷达和垂直发射系统。空军秘密启动5代机歼20项目。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反介入战略，不让美军航母靠近第一岛链。1996不是终点，而是觉醒的起点。时间快进到2002年。2002年8月2日晚上10点，一架美国空军C-40运输机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南希·佩洛西成了25年以来访台级别最高的美国官员，而就在他落地前，中国外交部已经发出了史上最严厉的警告，若成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决反制。但是佩洛西还是去了，他不仅去了，还在台湾的议会发表演讲，称美国不会抛弃台湾，并宣布推动新一轮的对台军售。全世界都在等中国会怎么做。佩洛西如赴台将导致严重后果，我们要再次正告美方，中方正严阵以待，中国人民解放军
绝不会坐视不管。8月4日中午12时，东部战区突然发布了通告，自8月4日12时至7日12时，在台湾周边6个海域进行重要的军事演训，并且组织实弹射击。此次军演划设了6个演习区，覆盖了基隆、台北、新竹、台中、高雄、屏东外海及巴士海峡，把台湾岛完全包住，全岛所有的战略要地全部纳入了火力覆盖范围。而更关键的是，解放军的战机和舰艇大规模成舰制地越过了海峡中线。这条美军在1950年代画出的隐形分界线，虽然不是国际法承认的边界，但是几十年来，两岸都默认遵守，大陆的飞机不轻易过中线，台军也不深入西岸。但是在2022年8月4日，这个默契被彻底撕碎，海峡中线从此作废。而更震撼的是，火箭军更是直接发射了东风 15B、东风16系列导弹，飞过了台湾本岛上空，落在台东外海。这是自1949年以来首次有弹道导弹飞越台湾陆地上空。美军里根号航母当时就在菲律宾海徘徊，但是始终没有靠近。演习结束后，解放军开启常态化的绕台巡航，每周都有战机出现在台岛西南空域，台海正式进入后中线时代。佩洛西的窜访非但没挺台成功，反而成了压垮旧秩序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如前拜登政府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佩洛西此次的访台行动代价远大于收益，彻底改变了台海的行动环境，历史终将铭记。2022年8月4日之后，台海再也回不到从前。时间来到2024年5月20日，赖清德正式宣誓就职台湾总统。本就长期鼓吹台独党纲，自称务实的台独者的赖清德，在其就职演说中没有九二共识，没有两岸同属一中，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精心包装的新两国论。他说，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3天后，5月23日凌晨5点，东部战区的官网突然更新了一条通告，自5月23日12时，台湾海峡中部、北部及金门、马祖、乌丘与东引岛附近海域将会组织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此次演习区域覆盖了除台湾岛北部、南部、西南、东南及以东5大方向之外，首次将金门、马祖、乌丘与、东引岛等附近大陆的外岛周边纳入了演训范围。过去，大陆军演几乎从不靠近这些离岛，会留出缓冲空间，避免擦枪走火。可这一次全变了。演习中，解放军056A 护卫舰直接驶入了金门东北8海里的海域，海警船同步出现在马祖亮岛附近，连小岛周边的限制水域也不再是禁区，既表达了对2024年2月恶性撞船事件的愤怒，又彻底取消了离岛豁免权。同时，本次演习首次使用即宣即打的模式，以往军演会提前几天公告禁航区，给民航商船留出调整的时间，但是这次公告发布后几小时，导弹就已升空，舰机就位，台军的雷达刚捕捉到信号，演习已经进入实弹阶段。这种闪电式的反制极大压缩了对方的政治操作和军事反应窗口。还有，在这次演习中，海警直接参与了演训，意味着在非战争状态下，大陆可以常态化的在所谓限制水域执法巡航，完全否认了台方单方面划定的管辖线。联合利剑 2024A 的军演也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那就是大陆已经不再满足于威慑台独，而是开始系统性的剥夺其生存空间，从地理、经济到心理，层层收紧，步步为营。2024A 演习看似规模不大，却是质变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大陆对台策略完成3大升级：地理上从只为台湾本岛到覆盖所有离岛；手段上从纯军事震慑到军警联动、海空一体；而节奏上从周期性的警告到常态化高压。再从联合利剑 2024A 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预判有 A 就会有 B。果不其然，时隔几个月，
联合利剑 2024B 就来了。时间再来到2024年的台湾双十节，赖清德在双十庆典讲话，继续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编造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煽动两岸敌意。他还宣布加速采购海马斯火箭炮、鱼叉岸舰导弹，甚至计划自研远程巡航导弹。这已经不是谋独，而是武装挑衅。仅仅4天后，10月14日的凌晨5点，东部战区官网突然发布一条简短通告：自即日起，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组织联合利剑 2024B 联合演训，没有提前预告，没有缓冲期，公告即开战。这次演习划设6个区域，但是和2022年不同，在北面覆盖了基隆港的外海，在南面封锁了高雄港。要知道，台湾70%的原油、液化天然气都依赖进口，这2个方向完全封死了台湾能源进口的通道，断港就等于断电、断油。而台湾东面作为美日援台的入口，这一次解放军派出了辽宁舰航母战斗群，它带着055型驱逐舰、052D 护卫舰、攻击核潜艇，在台岛以东演练外线拒止作战，以阻断外部势力对台的支援通道。演习开始后，正在菲律宾海活动的美军里根号航母立即转向了东南，远离了台东海域。五角大楼仅表示呼吁克制，但并未派舰机靠近演训区。而日本反应最为激烈，防卫省紧急召开会议，称台海有事即日本有事，并且加速部署了12式岸舰式导弹至冲绳和九州。但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他们不敢真上。此次演习实现了从之前几次的围岛到锁岛的质变，在空间上首次将台岛以东纳入了演习的核心区域，以打破了台独幻想的安全后方，并通过航母编队形成了外线铁壁，以阻断美日在内的外部势力的干预。同时还演练了对基隆、高雄等重要港口的封锁，以直击台湾能源进口的命脉。正如一位军事专家的点评，这一次的演习不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怎么打、打哪里、如何让外部势力插不了手的完整推演。2025年下半年，赖清德公开宣称将推动史无前例的400亿美元军购计划，试图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而2025年的12月初，美国政府宣布了新一轮对台的军售，总价值逾110亿美元，创历史之最。尤其是82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这已经远超了防御性武器的范畴，实质是武装台独打大陆。2025年12月29日上午8时，东部战区通过官方渠道同步发布了中英文公告，宣布将于12月29日在台岛周围的5个区域进行联合演训。此次划设的5大演训区覆盖了台湾海峡的中部、台岛北部、台岛西南、台岛东南和台岛以东。最震撼的是，东南演训区距离台湾陆地仅 8.8 公里，深入了台方单方面划定的12海里领海之内。这等于直接告诉全世界，不承认台方的海上管辖权。而更绝的是，在这期间，官方放出了一段视频，一架无人机从高空俯拍了台北101大楼，清晰的能看到楼顶的天线。没有人知道它从哪儿起飞，何时进入，如何避开雷达。这种无声的心理震慑，比导弹更让人睡不着觉。回顾这30年，你会发现，解放军的对台策略从来都不是突然爆发，而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从1996年面对美军航母的不得不退让，到2022年海峡中线作废，2024年实现从围岛到锁岛，2025年没收台方的海上管辖权，实现零距离的威慑。这条蟒蛇已经越缠越紧，下一次的演习还会是演吗？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别忘了点赞订阅，让更多的人看到历史正在我们眼前改写。我们下期视频见。